我来讲故事了吗？我的想法是帮大家也帮我自己捋清楚特朗普这一套操作背后的一些可能的逻辑和思路。你想站在美国的角度，这里边的变量这么多，特朗普政府它主要想聚焦在哪些，而哪些因素可能又可以让步，这背后又是怎么关联的？咱们今天讲主要依据是什么呢？是现任的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去年11月份，他还是一个对冲基金策略师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这篇文章呢，本来开始大家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因为这里头很多政策建议其实还挺激进的。但后来大家就发现呢，特朗普这些激进的政策好像在一步一步印证这个文章里头的建议，这一下就让市场重视起来了。这个文章里提到的海湖庄园协议也成了华尔街讨论的热词。哎，我跟你说，这篇文章我来来回回读了得有4-5遍，你其实吧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出来，他觉得对于美国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他 care 的，什么是他可以牺牲的，包括他哪些是在理性分析、客观分析，哪些是在避重就轻。我甚至可以说哈，你看懂了这篇文章，就看懂了特朗普政策的底层逻辑。所以呢，我主要就根据这篇指南以及贝森特的几次采访，再加上网上的一些公开信息梳理一下特朗普这一系列看着非常奇葩的政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而贝森特所谓的要推动某种形式的全球经济重组，又可能是怎么个重组。美国政府相关的目标大概有这些：经济增长，或者说就业增长，物价稳定，制造业回流，以及减小贸易逆差，改善政府财政，限制对手国，维护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里边呢，经济增长虽然听起来很重要，不过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它不是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点。这点我觉得也是美国政策一个大方向的重要转变。你看过去几十年，美国大部分主要的政策都是优先经济增长，你只要跟经济增长有冲突，大部分情况下它都会选择优先经济增长的政策。但特朗普上任之后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他目前实施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牺牲了经济增长，而为了实现一些其他的目的。好，下一个物价稳定，这个就是美联储的主要目标了。咱说难听点，出了问题你也可以甩锅，也不是白宫的主要目标。那美元呢？虽然米兰在指南里头多次强调说特朗普会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我感觉好像这个多少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因为他提出的很多政策确实都潜在威胁美元的霸权地位，才着不这么一句。所以这一点也是放在了可以稍微让步的这一栏里。说实在的，这个也是让我有点惊讶的，毕竟历史上美国是从美元的地位里边得到了很多利益的。但其实你接受了这点之后，特朗普很多的政策就变得说得通了。你想，连自媒体都知道他怎么动摇了美元的信任度、美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就算再疯狂他也不傻。如果你把美元的地位在他那儿看成是一个可以妥协的目标的话，就合理多了。好，那剩下的这3个目标，制造业回流和减小贸易逆差，改善财政和限制对手国，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核心。美国制造业为什么会空心化呢？其实之前我们详细的分析过，我就简单说一下这里边的逻辑链。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就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激增，美元上涨。这样呢，一方面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持续的金融账户顺差就可以让它的硅谷大厂，让它的华尔街可以以低成本融资，同时大家都抢着买美国国债嘛，这就可以让政府它的融资成本也压到很低，而且强势的美元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强大的购买力。再有就是美国可以有非常强大的金融管辖能力，你比如说俄乌战争刚一开打，美国就可以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还冻结它资产。这一点其实米兰他也非常赤裸、非常直白的直接承认了，他就说美国能够通过金融手段而非武力，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施加其意志，利用其金融实力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削弱敌人而无需动用1名士兵。你看，这些都是它的好处。但同时呢，这个强势的美元也让美国形成了金融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种持续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其实米兰的文章里非常理性、客观地分析了这套逻辑，并没有像特朗普有时候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的咵一股脑把屎盆子扣在中国或者其他贸易顺差国伙伴的头上。不过他没说的是什么？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让美国感觉到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了。所以他现在非常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了。而政府的财政问题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有持续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就感觉好像每年永远都有比这个控制预算更重要的事要花钱，导致这个国债不停的突破债务上限。那为什么这个事儿在之前问题没那么大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利率低呀。你想08年之后全球大放水，这个利率水平几乎就是在地板上，政府的债务即使快速扩张，也不用多付多少利息。你看前几年耶伦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一有人质疑他美国怎么借那么多债呀，他回怼的一个常用话术：虽然我们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付的利息并不多呀，就你管我借多少钱呢？反正我利息少就完了。
这个在当时看确实是有一些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日本债务水平那么高，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因为它利率非常低。但问题是什么？这个利率它是可以忽高忽低的，债务量你不能说变就变呀。你看疫情之后，美联储疯狂加息，它债务成本就持续升高，10年期的国债利率21年的时候还不到1%，现在都超过4%了。但负债的量那不是说停就停的，3年里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翻了2倍多，这一下子问题就很大了。所以现在吧，美国国内这个舆论也非常不喜欢耶伦，为什么呀？很多人就觉得说，当时利息那么低的时候，你怎么不多发一点债呀？怎么不多发一点长期债呀？这样现在美国政府就不用手头那么拮据了。你说他也是挺难办的，对吧？当时人家治理他怎么发债发那么多，现在利息高了，反倒说你当时怎么不多发一点？嘿嘿。所以这3大目标里头，你要非让我挑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这个政府的财政。中国可以暂时限制不住，制造业呢也可以就这么暂时持续着，但是这个政府的财政它必须得有所改善。注意哈，这块我说的改善不是说你得减小债务量，或者是达到什么财政盈余，那就是天方夜谭了。它只是力求能够止住这种越花越多、越借越多的这种状态，就稍微好一点就行。所以你看特朗普这几个月，其实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缓解美国财政来搞的。你比如说他想要建立美国的主权基金，2月份就签发了行政令，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然后马斯克帮着搞的那个 DOGE 效率部嘛，那个是为了削减财政的开支。我跟你说，我还注意到，就财政部长贝森特他采访时候带出了一句话，说他现在最重要的2件事是什么？就是压低10年期国债利率和降低油价。你说他为什么要压低10年期国债利率呢？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那为什么要降低油价呢？这样就可以给物价降温，刺激美联储降息，还是降低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所以你看里外里嘛，他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降低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除此之外你看特朗普还说要退出 WHO， 威胁要终止对北约、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各种组织的资助，包括削减一些人道主义援助。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他不想再去当冤大头，去投入到这种短期可能看不见什么回报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了，就他不想再出这个钱了。这里头还有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军事上。注意我说这个军事不是说武装方面，而更多的是说这个钱谁出。特朗普就觉得，你看美国提供这么全面的一个全球防御伞，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北约的军事支出里头，美国一家就占了超过60%。那特朗普就很不爽了，说你们自己的安全得自己负责，不止一次施压，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军费开支从2%提高到5%，不然你就给美国交保护费。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其实是有些成效的。欧洲这2年确实在快速增加军费的开支，现在再加上特朗普的施压，计划10年内这个军费将会从2%增加到3.5%以上。总之，你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缓和政府财务这个目的的。不过咱刚才说了这么多政策，其实都不是米兰这个指导里的核心政策。干嘛？他为了解决这3大目标，最核心的政策有2个方面，一个是关税，另一个是货币政策。关税呢，当然现在看特朗普肯定是开局就玩呲了，但是呢，咱先来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搞背后的策略和逻辑。根据米兰的设想，关税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可以通过限制进口，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回流；第二，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第三，还可以限制对手的出口和制造业。你看多好，他最主要那3大目标，这一口气全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关税是特朗普整个政策组合里边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关税的作用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对这3大目标确实是有正面的直接影响，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它还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这个在特朗普上一任任期就还是小范围针对个别商品或者个别国家的时候，它的那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大规模全方位的关税扫射，那这个副作用就很大了。有哪些呢？我觉得最主要有2。第一，它会带来通货膨胀，抬高美国的物价，从而让消费者、下游的生产者去承担这部分成本。第二呢，它极有可能引发对手国的反击，从而抑制经济，抑制总需求。不过你看这个物价和经济，它不也不在特朗普最主要的目标嘛？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也是可以妥协的部分。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非常麻烦的一点在哪呢？就是他可以不关心物价的经济，但是有人关心，谁呢？美联储。一旦关税导致了通胀抬头，美联储它就会加息，一加息，政府的债务成本就上升了，这个就触碰到特朗普核心利益了，就很棘手了。对于这个问题米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觉得关税大概率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呢？这有点绕咱们跟住。
如果美国加关税的话，其他国家的央行很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货币补偿性的贬值，从而缓解美国关税带来的它本国出口的下降，从而这个出口国就承担了大部分关税带来的成本。这样呢，对美国来说，因为美元的升值，关税就不会引发美国进口商品的涨价，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影响了。反正想的是挺美的。我跟你说，米兰可重视这套货币抵消理论了，好家伙，花了7、8页呀，给你各种列公式，给你分析它多么有可能发生。但我读着呢，就感觉非常困惑，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个底层的矛盾，就是他说关税会让美元升值，但是美元升值，它不就又回到了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那个循环里头吗？这个其实跟关税的初衷就打架了。说实在的哈，整个那篇文章，我觉得他在一开始分析特里芬困境的时候，还是挺客观、挺理性的。从讲到关税的影响这部分就起飞了，就开始避重就轻，总给我有一点那种先有了答案，然后硬凹中间的分析过程的感觉。毕竟吧，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的宏观数据，大家是有目共睹。那你说这么多关键的政策数据，咱们怎么跟进呢？哎，你看附图目里头这个财经日历的功能，像美国的物价、消费、就业、美联储、GDP、贸易等等的数据，它都有可视化的图表，信息还给你标注了重要等级，你就可以随时掌握宏观动态，第一时间辅助投资决策。关键是什么？这些全都免费。你看特朗普现在政策反反复复，Momo作为最懂华人的一站式投资平台，支持中英粤3语，一个账户就能搞定美股、港股、新股、加股、澳股、马股、日股、A 股通、基金、债券等等，可以布局不同市场的不同品类来分散风险。比如说像 ETF 这种不用选个股，对新手门槛更低的，它就可以实时跟踪市场上热门的投资主题，比如黄金 ETF、美债 ETF， 而且每只 ETF 都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工具来辅助你，包括 ETF 里头股、债、现金的比例，它持有哪些股票、它的规模、它的分红等等数据，还有晨星评级，你可以跟同类的 ETF 的回报做比较，包括对风险和收益的量化分析都一目了然。关键是什么？你看最近关税波动大，但是Momo一直致力于稳定的给小林的粉丝输出专属的福利。开户就送 AI 热门大礼包，英伟达、苹果、微软、Meta 入金$5000，直接送一股 AI 王者英伟达，同时现金收益计划还有安全的高收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置顶评论了解更多。好，我们说回关税的副作用啊。关税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其他国家的反击反制。咱之前视频不也分析了吗？一般国家在面临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冲击的时候，长期博弈的最优策略就是以牙还牙，进行对等的反制。你打我一拳，我就还你一拳。而一旦其他国家都对美国进行同等的反制反击，美国的出口制造业反过来就会遭受打击。针对这个副作用，米兰的说法，他觉得这就是一个胆小鬼博弈，就看谁先扛不住，谁先认怂。而他觉得现在美国的经济相对比较坚挺吧，而且还能以安全防御伞作为威胁和谈判的筹码，所以米兰就觉得其他国家大概率会先扛不住，先妥协。这一点呢，说实在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米兰肯定没想到特朗普会一口气跟所有国家去做这个胆小鬼博弈。你看到没有？不管是特朗普、米兰还是贝森特，其实都多次提到了关税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在于谈判。具体怎么谈，目的是什么？米兰在文章里他是这么建议的。首先，我先加很高的关税，然后我就跟你说了，我可以把这么高的关税给你降下来，我也可以给你提供军事保护，但条件是你得配合我，给中国一起加关税，要不然你就得投资美国，或者直接给我写支票，反正就是给我点利益，不然的话，那不好意思了，你们的商品之后想卖到美国来，都得有这么高的关税，就算你是企鹅也不例外，而且我以后也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军事保护了。就算你是企鹅也不例外。你看，他就是利用关税和安全保护作为筹码，来威胁各国成为美国更亲密的盟友，从而给美国带来利益，或者说一起限制对手国。你看这篇文章啊，它题目就叫做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怎么重组呢？刚才那个思路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贝森特其实也在采访里透露过类似的内容。When you're in these negotiations with trading partners, are you looking for them to offer up something to combat Beijing? Well, I think combat's an aggressive word, but look, I think now. 所以我觉得谈判应该是美国对于大部分非中国国家实行关税的一个主要目的。当然，不管是米兰还是贝森特，应该都没想到特朗普最后推出那个关税能那么离谱。就这个政策出了以后，米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看似轻描淡写，但实际就是里外里强调了一个点，说关税那个数字是政府里头其他人制定的，不是我贝森特其实也是，他特意解释说，我是参与了关税大方向的制定，但那个具体的数字我可没参与。关于关税到底能给美国政府带来多少财政收入，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没有一个具体数量上的概念，所以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你也可以跟你的直觉来对比一下。2024年美国的 GDP 是多少？大概是29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开销呢，大概是
6.75万亿，也就是 GDP 的大概24%。你看我留这么个小气口，就是让你先直觉一下，然后咱们再对比24%这个数，你听着可能觉得挺多的，但跟各国政府对比，它其实不算高。你比如说那些高福利的一些欧洲政府，开销大概能达到 GDP 的40%，然后美国政府的收入大概是4.9万亿，也就是说它大概有1.8万亿美元的赤字。所以你看啊，如果他想达到收支平衡，那他每年就要么多收1.8万亿美元，要么要削减开支1.8万亿美元。总之，他如果想让财政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他需要达到万亿这个级别。比如说，你看 DOGE 那个效率部，本来号称就是要削减1万亿美元的开支，而目前呢，官方声称是节省了1500亿美元，也就是0.15万亿美元，就基本没动静了。这还没考虑到它带来的副作用。所以说，这个削减开支的作用是有，但是不多。然后咱们再看美国政府的债务是36万亿美元，它2024年的净利息支出大概是8800亿美元，就是0.88万亿美元。注意啊，这个是净利息支出，实际上它所有国债的利息支出超过万亿美元的，但因为很多联邦政府机构它持有美债，所以也会有一些利息的收入就会抵消嘛，所以这是净利息支出。这么算下来的话，它平均利率就是2.4%。你要知道，3年前它的净利息支出只有0.33万亿美元，这一加息已经翻了2倍多了。你想，如果这个高利率这么持续下去，利息支出涨个1万亿，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债务成本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但其实是非常非常看重的点，也是贝森特一个工作的 KPI。我们再来看关税的数字，美国2024年的总进口是多少呢？给你2秒钟猜一下。是3.3万亿美元。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什么感受哈，反正我当时听的时候感觉还挺少。而2024年它的关税收入只有可怜的不到800亿美元，就是0.08万亿美元。所以就算特朗普成功的给所有国家加了20%的关税，然后我们假设它的进口额还奇迹般的没有什么变化，对经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负面影响，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关税收入是多少呢？就20%乘以3.3万亿，那是0.66万亿美元。这就已经是一个极限假设的情况了，咱还完全没考虑说如果有关税，进口额会大幅下降等等。所以说，虽然贸易连接着美国大部分商品的产业链，这个范围很广，但如果咱们从这个数你去看它数值的影响，这个关税的收入顶大天了也收不上来多少钱，反倒是那个利息收入会在短时间内给美国政府的财政带来剧烈的震动。这是不是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经常听起来特别离谱，就跟小学生吵架似的？一个可能的猜测，就这个关税的数字你再怎么拉扯来拉扯去，无非影响的就是那3.3万亿的进口额嘛，它本身可能就没有那么 care 这背后对美国政府财政的影响，但反倒是一旦威胁到了资本市场，一旦影响到了美国政府要付的利息，那就不一样了，那特朗普就可紧张了。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只是它围绕关税的政策，而还有一大策略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明面上还没有实施的，但是听起来更劲爆的一个策略，就是它的货币政策。咱不也分析过吗？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持续贸易逆差的一个底层原因就是美元的估值过高，所以它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美元贬值。这个米兰它主要分了2大可能的策略方向，一个是多边策略，就是联合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一起进行的策略；还有一个单边策略，就靠美国自己。说实在的，一个比一个大胆。我就是从这些货币政策的建议里头捕捉到的，我前面说的那个感觉，就是美国它似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牺牲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地位的。米兰在指南里头倒是强调了，特朗普政府不会试图终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是寻求方法收回其他国家从我们提供储备中获得的部分利益。这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做自媒体的，原来我非常有流量，大家老来蹭我的流量，不行，我不平衡了，我要变现。即使我要牺牲一部分流量，没事儿，但是我要变现。你看他是打算怎么变现的哈？咱先来说说这个多边策略，我可以简单总结成6个字儿，就是海湖庄园协议。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这个东西早在2024年的6月份，一个前瑞银的分析师叫波萨尔就提出了一套货币政策的假想，建议美国联合各国来签这么个协议，他称之为叫海湖庄园协议。本来这篇文章也没什么水花，也没什么人提这个协议，可是之后11月份，米兰这个指南里边再次出现了这个协议，而且不是简单的提一嘴，它是作为2大战略方向之一了，这就非常不简单了。不过我估计米兰跟波萨尔应该不熟，因为米兰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头把波萨尔的名字给拼错了，这个 S 和 Z 写反了，而且出现了好多次。我只能说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海湖庄园是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私人庄园，他经常在这儿举行一些外交活动，还办私人俱乐部等等。当初22年 FBI 还突击搜查过这个庄园，查获了上万份文件。那为什么这个协议要叫海湖庄园协议呢？其实他有点想要模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当初的广场协议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的，这次连这个协议在哪签大家都帮特朗普给想好了。
这个协议的目的跟广场协议其实也很像。广场协议是美国拉着德、法、英、日一起抛售美元，让美元贬值，缓解它的贸易逆差。而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呢，野心就更大一点。当然，这个所谓的协议其实并没有签哈，它只是一个构想。米兰跟波萨尔的提案其实也不完全一样，但大致上有这么2个点：第一，就是各国帮助美国去出售美元；第二，就是各国把手中持有的国债展期成长期债券，比如说50年期、100年期，甚至永续的债券。你看这个协议确实讲的挺美的哈，咱先不管它能不能达成，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联合各国一起抛售美元嘛，美元贬值，帮助制造业回流。可是呢，因为大多数国家持有美元是以美债的形式，所以你抛售美元势必导致美债被抛售，那利率就会上涨。哎呀，这不就麻烦了吗？这政府的利率上去了，那可不行。那怎么办呢？所以更精彩的就是这个第2条，就是各国剩下手里持有的国债，你得展期。比如说你本来持有个2年期的国债，你得给它换成30年期、100年期的国债，这样就让长期国债的需求增加，压低长期的利率，降低美国借长期债的成本。那你要问了，短期债呢？那不是还有美联储吗？这个短期利率就到美联储的射程范围里了，我就让美联储帮忙，搞一搞就可以了。反正就是这么一套想的挺美的方案。但是就连米兰在文章里都承认了，他要想达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人家其他国家凭什么跟你签协议啊？这个协议对其他国家来讲成本是非常高的。首先，你抛售美元，让自己的货币升值，那不就是在压制自己的制造业吗？而且这第2招就更过分了，债务展期就是债务重组嘛。说难听点，那就是变相的债务违约了，我利息可能有点还不上了，要不咱展期成长期债吧？这哪能行？就算你是等值的展成了长期债，但对于那些持有国来讲，它其实承担了更大的利率风险。你比如说吧，我把2年期的国债换成一个30年期的国债，本金可能一样，但利率风险就翻了10倍啊！米兰在这个指南里都说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理由期待欧洲或者中国会同意协调行动以提升其货币价值。日本、英国以及可能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或许对货币干预更为接受，但在当前全球经济中，规模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目标。那米兰建议美国政府怎么达到这个协议呢？还是老办法，就是威胁。拿什么威胁呢？还是关税跟安全伞。我跟你说哈，这个文章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搞笑了，就感觉美国指望通过关税跟安全伞要干好多事儿啊，怪不得特朗普这么着急，一上来就给一个这么吓人的关税，不然你要真没那么吓人，以后谈判让步的空间可能不够呀。然后米兰还说了，光威胁可能还不够，如果换成长期债，各国确实承担了更大的利率风险，怎么办呢？我可以派出美联储去给各国大量的短期美元掉期额度，其实就相当于你只要持有我的长期国债，你就可以去找美联储去借钱。所以你看，他这招真的是需要美联储全力配合才有可能实现。不光是咱现在说的这个多边策略，一会儿咱们要讲的单边策略也都少不了美联储的配合。所以你看，贝森特在采访的时候也不停地强调，我需要鲍威尔的配合，我需要鲍威尔的配合。我每个礼拜都跟鲍威尔吃早餐，我刚跟鲍威尔吃早餐。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急切的想要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万一他不配合怎么办？我跟你说啊，这个债务重组的方案，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各国同意，就算美联储配合，这种典型扭曲市场供需的行为，市场是不会惯他毛病的。我敢打赌，各大对冲基金就得冲进来杀疯了。你比如说吧，我可以做空30年期国债，做多5年期国债，就吃这个 carry， 吃得饱饱的，没准到最后长期利率没压下来，反倒让这些对冲基金给赢麻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分析下来哈，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其实还是挺不可行的。米兰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他那个指南里说的也都非常的含糊、闪烁其词，不像他在讲关税的时候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而货币政策除了拉着别的国家一起的多边策略，米兰也有单边策略，就是靠美国自己的策略。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向各国官方机构征收美国国债的使用费。你但凡想要买我的国债，你就得给钱，给使用费。这样一来多好啊！一方面给美国政府创收，同时又降低了美国国债的吸引力，降低了美元的吸引力，从而达到美元贬值的目的。哇！但这个策略说实在的，漏洞就更多了。你国债一收费，大家会抛售国债，那利率不就上升了吗？那不就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债务成本了吗？而且你美国国债收费，那公司债你收不收费啊？ MBS 收不收费啊？这里头套利空间就更多了。政府这么扭曲市场供需的政策，很容易就被对冲基金就给玩垮了。米兰还提出过一个单边策略，就是积累自己的储备基金，有点类似于一个国家主权基金。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特朗普也真的签了行政令。不过之前咱们讲国家主权基金那期也分析了，这个钱从哪儿来是个很大的问题。你想要想达到缓解美国政府财政的这个程度，这个主权基金的规模少说也得5万亿吧。美国政府就算把手上的黄金比特币都卖了，还不到1万亿。你短时间内上哪去搞那么多钱？难道你还接着发国债吗？所以这道题几乎就是无解的。说实话，我还挺同情这个基金的负责人的，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好，
我们来简单整体汇总一下刚才讲的这么多策略和逻辑。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回流，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限制对手国，米兰建议了关税和货币政策这2大方向。其中这个货币政策说好听点叫难度极大，相对更可行、风险更可控的还是关税相关的政策。所以米兰就建议先从关税的政策着手，通过关税制裁加上安全保护作为筹码，跟各国进行谈判。要么对方妥协，成为美国更亲密的盟友，帮着一同限制对手国，或者配合帮助美元贬值，或者直接在美国投资给钱，给美国一些利益。如果对方不妥协呢，那关税可以给美国政府创收，促进制造业的回流，而且美国也不用再花钱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这是他整个的一个策略想法啊。但这套逻辑它背后是有不少矛盾点。关税要么导致物价上涨，导致美联储加息，政府财政受到打击；要么美元上涨，制造业继续恶化，矛盾。美国政府又希望大家抛售美元，又希望大家买美国国债，矛盾。他又希望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又希望缓解贸易逆差，让制造业回流，矛盾。美国的政府希望压低利率，而美联储又希望控制物价，矛盾。这些都是理论上就有的矛盾点。我倒不是说他这套理论就是胡扯，但是呢，肯定不像米兰在文章里分析的那么好，它的副作用很可能会反噬，让美国和其他国家两败俱伤。而特朗普4月2号真正实施关税政策的方式呢，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纳瓦罗，搞了2025年最出名的一张 Excel 表。可以说不分青红皂白，给所有人、给所有企鹅加关税，就根本还没到咱们刚才分析那么一大通政策传导机制，看它有什么影响，都没有。市场先把特朗普摁在地上教育了一通。说实在的，我觉得有点喜剧效果了。这就好比你想去参加一个障碍赛，你都计划好了，这么跑、这么跳，规划路线，结果没想到一上来，扑腾，踩空掉水里了。你看这次就算股市暴跌，特朗普扛得住，但没想到债市也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的，4月7号突然开始暴跌，导致10年期国债利率1个星期涨了60个基点。这背后的原因，有人说是对冲基金补交保证金导致的，有人说是各国抛售美债、抛售美元导致的。总之，长期利率的暴涨触碰到了美国政府最核心的痛点。所以你看，特朗普赶紧暂停关税90天，只保留了跟中国接着拉扯，毕竟这个也是他核心目标之一。其实你想想，这张表据说是发布会前3个小时才定的，数字公式又那么简单粗暴，这说明什么？说明特朗普团队都是疯子，都是白痴吗？那显然不是。其实说明他们可能并不是很在意这个关税具体的数字，因为这就是他们谈判的一个起点。你看咱刚才分析特朗普那么多策略，都指望着靠谈判来作为筹码获得好多利益呢，那咱起手不得弄个好起手位吗？这就有点像什么哈？我们小时候去那种小商品市场，这个东西成本价可能就50，商家一上来张口就跟你要1000或者要800，这个数吧，他可能就随口那么一说，他知道这个数很扯，你也知道这个数很扯，他也知道你知道这个数很扯，所以你可能上来直接砍价，你说50，然后你们就开始拉扯。关键是什么哈？你听到1000或者他听到50，你们俩都不会觉得这个数字被冒犯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小商品市场的一种市场默契、市场规则。可问题就是到国家之间，这个谈判能这么谈吗？它也没有这么一个行业规则。就算你可以，就算别的国家听到这个数不会觉得冒犯，它不会炸毛，但你要跟所有的国家都这么谈，那是不是就有点过于激进了？直接就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全球自媒体的大狂欢。就连对冲基金大佬 Bill Ackman 都发文讽刺了，说有时候最好的谈判策略就是让对方得觉得你是个疯子。所以你看，特朗普这套操作，先是非常草率的实施激进的政策，然后又紧急暂停，让美国政府丧失了很多市场的信任，也让美元丧失了很多市场的信任。这导致什么呢？这就导致美国的国债它不再是无风险的，美国国债利率也不再是无风险利率了。现在吧，它应该加上一个特朗普风险溢价。也不知道华尔街那些定价模型是不是都得改一改了。而且闹了这么一出以后，让特朗普在谈判桌上会更加的被动。现在别的国家其实看出来你的软肋了，而且你这么乱加关税都不用我反制你，市场就先给你治一治，那这个威胁其实就不太大了，你之后就很难再硬气起来了。其实要我说哈，特朗普他没准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更高的层次思考这个问题。你想哈，他推出一个这么一刀切的关税政策，然后又变来变去，让大家摸不着头脑，那不就很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遭到大规模的抛售吗？经济衰退，物价就降温，物价降温，美联储就降息，降息，它的利息成本就降下来了，而美元遭到抛售，持续贬值，贸易逆差就会缩小，制造业就会回流，完美。刚才就是一段讽刺啊，可别当真。另外，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非常有讽刺意味。特朗普他很多贸易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跟美联储有矛盾，和西方的国家们有矛盾，和华尔街有矛盾，但是和中国一定程度上是匹配的。特朗普希望制造业回流，中国呢也希望刺激消费、刺激内需。
特朗普希望降息，而中国呢，其实也不希望美国的利率一直那么老高。再加上双方的金融、贸易、供应链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是一下就能斩断的。好，咱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吧。当然还要再次感谢富途木木对本期视频的支持。感兴趣开户福利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置顶评论。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